欢迎回到本周冯德报，我是各位的中国人实习生导师波特王。提醒您正在收看的是号称中国版的 Discovery， 带领您一起探索最真实的中国。上周影片向各位介绍了中共的新恶法，禁止外资随意撤资之后，我发现连中国自己的新创公司也陷入了类似困境，可以说是再强内的公司只要被共党盯上了，就禁止离开。然后讲这事件，得从介绍 Manus 说起。这是一家由中国工程师创立于武汉的 AI 公司，主要研发项目内容是想让 AI 帮用户做事情。不同于ChatGPT 那种单纯回答问题的 AI， 而是一个你下指令后，它会自己思考、自己上网找资料，然后帮你完成任务的 AI 代理人。而在2025年3月，该公司的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真的做出了能自己执行任务的人工智慧代理，并展示给大众看，因此引起了矽谷投资人的关注。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 ，Manus 就获得了美国顶级创投 Benchmark 领投的7500万美元 B 轮融资，估值上升到近5亿美元。而在获得美国投资之后， Manus 就开始裁减中国员工，并将总部搬到新加坡，试图变成新加坡公司来规避中国监管。那为什么这间公司会想这样做呢？我想有长期观看我影片、了解中共行事作风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懂，那就是因为在中共国开公司风险太高了。你中国人的公司在墙内如果做大做起来之后，那就不是你的了，而是共党暂时放在你那里的。看看先前马云为大家做出了示范就知道。因此，我想这群年轻的中国工程师团队应该也是清楚中共的习性，他们也有感觉到怪怪的，所以才会搬移公司总部到新加坡，想变成外国公司，避免沦为马云 2.0。那在他们迁移总部到新加坡之后时间来到了去年底，脸书总公司 Meta 决定出20亿美元收购 Manus 公司，这本来会是 Meta 近年重要的收购案之一，而且如果顺利进行下去这发展也会蛮励志的。中国工程师用自身实力完成肉身翻墙，摆脱共党监管，还赚到大钱。但命运总是弄人，老大哥也总是盯着韭菜。本来 Manus 即将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结果 Manus 创办人萧红以及首席科学家季一超，在今年3月被中共政府以谈话协商为名义，请他们先回一趟北京开会，而就是这一趟回去出大事了。入境后，2位高阶主管就被中共管制，说你们被监管审查了，即刻限制出境中国。于是这2人就这样被骗回中国后，至今无法离开。而原本 Meta 想要收购 Manus 的打算，也在4月27被中共官方出面拒绝，共党直接代替人家老板说不卖你啦。中共官方公告宣布说，禁止中国企业以洗澡式出海的不合规做法，指这交易案使 Manus 的核心业务由中国境内向境外整体转让，在中国仅保留非核心业务。共党不允许这件事，你中国人开的中国公司是不是像我说的，做大了就不是自己的了？没有党的许可还想卖给美国可怜啊！那为何中共当局会这么看重 Manus？ 我想主要也是因为这家公司开发出具备自主能力的数位员工，这是有很大潜力的，具备极高的商业价值。这工具如果好好使用，用在对的地方，应该能造福全世界人类。但工具如何使用还是得看使用者想法。我就想到这 AI若之后被中共拿去用在网络维稳，那不得了了。墙内言论审查再升级，墙外 AI 网军也可能更多，而且效率绝对比人类网管好，因为电脑不用休息嘛。加上最近中共积极禁止翻墙软体，墙内能用的 VPN 陆续被封，似乎中共是真的有考虑让中国北韩化。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事件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我自己看 Manus 案例是觉得很衰即便创办人好不容易把公司总部迁至新加坡，表面上好像已经脱离中共管辖范围，但因为他的血统是中国人，以及核心团队也是来自中国，所以中共都能照样跨国管辖，对中国人进行一辈子的监管。但在正常商业市场，一间公司本来就可以自由买卖，何况都转移到新加坡了，中国本来就无权跨境管辖。但显然共党根本不鸟这些人，把你骗回去之后，就软禁在中共国，当做一种战略物资。我想那创办人一定超后悔回去的，后面不知道得付出什么条件才有机会被放走。人家遵守国际商业法规，但遇到中共也会因为党的一句话告吹。日后其他外资看到这情况，应该也会担心，如果自己去投资中国，会不会哪天就被中共卡住？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外资更少，融资更难。不过我没想到祖克伯居然会想走正规方式去收购中国公司，先看看人家中共国的常规做法好吗？都马斯高先挖角对方工程师，不然就是想方设法偷对方代码资料，抄袭完之后就开一个跟你很像的。这操作中共国都示范好几次了，最近连 Costco 在墙内都传出被抄袭。那听到这边各位台湾观众朋友，看看中国人自己的公司，看看上周影片介绍的中国新恶法，禁止外资撤资，2件事情大家在一起看完之后，就知道国民党想叫台商2次投资中国不是明智之举，真跟中共扯上关系会遭遇到什么情况，也都有人在前面示范给你看了。另外，随着习总持续倒车加速，墙内青年失业率攀升，找不到工作，或即便找到工作了，薪水也
少，而且有些中国公司连上厕所都会监控员工。像这2天，广东一间科技公司就传出员工在上厕所时滑手机，结果就被该公司开除。公司还把员工在厕所的监视器画面发到有400人的公司群组公告，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就业环境啊！各位中国人的实习生务必好好了解。顺带一提，因为在这样高压、低薪、缺乏隐私的墙内环境，有越来越多中国青年觉得干脆躺平好了。这个躺平文化，我3年前就有提过，而现在墙内环境比当时更差，所以躺平的人更多了。多到现在，中共觉得不行了，开始想叫中国青年起来工作，但又叫不动，怎么办呢？因为就没有工作嘛。但就业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然后当然是用中共最擅长的转移注意力，制造新敌人。这2天，中共国安部门就发布了一则公告，说境外势力组织在煽动洗脑中国人躺平，还资助所谓的躺平网红，宣扬躺平文化。来，各位看一下这段中共禁止躺平的公告。当卷不动就躺平频繁见诸网络，当摆烂是最优解反复刷屏，身处舆论场的青年难免陷入迷茫。面对扑面而来的消极情绪，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保持清醒，警惕这些看似平常的躺平论调背后暗藏的复杂舆论陷阱。近年来，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平台，刻意放大社会焦虑，歪曲解读发展问题，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消极观念，试图通过制造负面情绪，将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让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被误导、被裹挟，进而消解我国青年的奋斗信念，甚至动摇社会的价值根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阶层固化导致努力无用等叙事。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短视频，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更讽刺的是，在煽动我们躺平时，他们自己正忙得脚不沾地。近年来，有关国家推出系列经济方案、振兴工程、人才计划等，甚至高薪招揽全球人才。可以看出，他们从来不认同躺平，只是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吐槽点多到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墙内失业问题没解决，然后怪别人躺平涉及违反国安法，躺平会有境外势力资助，说这话真的不是在搞笑吗？境外势力原来会资助别人躺平啊？那看来这个势力也没有很坏嘛，付你钱让你在家好好休息耶，我都想被资助了，躺着休息啥事不干就能领钱，跟我国蓝白立委不审预算有87%像啊。然后为什么墙内会出现所谓的躺平网红？不也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只好躺平在家吗？像有一位在墙内算有名的躺平网红咸鱼梦想家，根据这位躺平网红本人表示，说自己很懒惰，虽然做过保全、清洁工等不同工作，但都做不久，因此身边的人也不待见他，所以他最后索性彻底摆烂。他的影片内容啊，也不避讳躺平啊，会以30岁一事无成、躺平又吃了什么泡面等字眼来展示自己一直处于反复失业的循环生活。也因为他的经历啊，加上墙内景气差，让很多墙内中国青年有共鸣，所以逐渐吸引到粉丝追踪，大家互相交流躺平心得。躺到后来，这位网红在抖音有560万粉丝。结果中共现在说躺平啊，是受到境外势力资助之后，这位中国网红可能是察觉到生命有危险了。近期几支影片开始转型变成送货司机，不敢说自己躺平了，再不转型就要变成中共眼中的境外势力了。但我想这也没办法解决根本就是了，因为中国经济差的事实就摆在那边。不过看中共独裁政府越来越大动作禁止躺平，我认为是墙内的青年躺平行为真的起到作用了。这种躺平不配合的文化，或许是一种不流血又能逐渐拖垮党国的好方法。如同墙内以前的计划生育一样，中共可以限制人民生小孩，但等到你要让人民生的时候，人民如果不生，那你也拿对方没辙。除非共党更专制集权，立法说不生就抓去关之类的，不然情况不会改变。但真那样做，墙内的压力又会更大，维稳支出又会更高。而现在躺平文化也是同样意思，人家就是没办法才躺平，但中共又宣导反躺平，根本问题没解决的话，情况也不会改变。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分有看法，也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今天影片最后带各位看几则送头留言。演技太差了吧，找这种垃圾青鸟灵眼想骗谁啊？这则留言啊，是我在谈中国青年失业率攀升的影片下方看到的。而我在那支影片中啊，为了避免粉红们说我造谣，所以我引用的数据啊是中共官方自己说的。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中共政府是我找的灵眼咯？还是那些失业在哭找不到工作的中国985大学生？你觉得他们是我找的灵眼？中国今年又会再多至少500万毕业
业生找不到工作啊，那失业的500万人不就也我找的零点？想不到我在你眼中这么有实力啊！为了拍 YouTube 影片，还能请到共党配合，请500万人当我的零点。好了，可能以你的智商，这已经是你理解这世界的极限了，你就继续这样认为吧。下一则，实在看不下去了，佩服你们的脑回路，哈哈哈！难为你们找到这种影片了。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吗？你们继续做井底之蛙吧。这也是我在讲中国失业率的影片下方看到的，看来我真的打到要害了。共党很在意这个不然怎么会有粉红专门来洗地这部分？各位看看这账号才刚办好1周，没任何订阅，第一则留言就专门跑来我这边洗啊！所以留言的这位小粉红，你有找到工作吗？还是你的工作目前就是在监狱服刑的网评员？下一则，请问波特王是反共的吗？我怎么一直以为波特王已是红统派反绿的网红呢？这应该不是粉红啊，这只是又一位比特王跟波特王搞不清楚的网友。我真是受够了，我都宣导几年了，还有人傻傻分不清楚，脾气不好都你们惹的。难道我真的得把频道名称改成我是波特王，不是比特王？真的要改成这样才不会被认错吗？各位观众朋友留言给我建议一下，如果真的很多人认为可以啊，那我就改一阵子试试看。欢迎来中国参观，不要做井底之蛙。参观什么？参观中国监狱吗？我去就回不来啦，还参观？而且不是嘛，我讲的也都是中共自己做过的事情，我只是整理完资料讲给大家听啊。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算在抹黑中共，那不是我的问题啊，是因为中共做的事情让你觉得很黑啊。所以那些说我在抹黑造谣的小粉红啊，其实你们也辱华了，居然敢质疑圣上啊！我只是把中共做的事情讲一次而已。好啦，不安内啦，我给你个机会证明自己，你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站在那边举一张 A4 白纸，5分钟就好，什么话都不用说，纸上也不用写字，就举白纸站着，然后拍影片记录下来传给我。你如果能成功完成这件事，没被公安压在地上摩擦，那我就接受你骂我井蛙，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做不到啊。如果小冯你觉得这没问题啊，欢迎你去实践。你要不要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影片？已经走火入魔了吧？离政治远一点，这不是普通人可以玩的。你才要不要看看自己留言在说什么？政治不是普通人可以玩的，谁在跟你玩啊？你自己甘愿低人一等，当奴隶被管，不想有发言权的话，是你的选择，但不要自己跪着还问别人干嘛站着好吗？只要你活在这世上的一天，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远离政治的，因为政治是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机制，从税制、薪资、房价到言论自由、国家安全等等，全都有关联，所以你应该关心一下才对，因为这就是与你本人有关的事情。特别是台湾人最没有资格说不关心政治，因为台湾隔壁就住着一位2邻居阿公啊，随时都想着侵略你家。要是你觉得自己不关心政治，生活也过得去，那是因为除了你，有像我这样的一群人在关心，在替像你这种民主败家子负重前行。关心政治啊，就是在关心生活。你不关心政治，那你就会被比你还糟糕的人管理。今天前面的案例啊，都说给你听了，你还听不懂的话，等再看一次吧。过去台北体验一下抓老鼠也可以了，感受一下政治为何会影响生活。OK， 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单次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